大家晚上好，我们每周三晚上8点老范读评。我看有人讲说，哎呀，老范你最近的这个封面经常风格换来换去的啊，这个没办法，因为最近的各家的 AI 模型，就是特别是生图模型升级换代的很快，对吧？我这个作为讲故事人，我总得这个什么呀，总得都试一试啊。所以就会发生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变化。好，让我们来，诶，这儿，对，还有人抢沙发呢啊，真棒！让我去推，哎，好像发过了，对，发过了，不用再发了。点赞，早上看星舰时了啊，挺好。最近这3天呢，就每天早上起来就播啊，这个头一天还是6点钟起来，6点半开播，然后第二天是6点半起来，7点开播，今天呢也是6点半起来，7点开播，终于是圆满发射啊，没有任何遗憾的把整个的这个星给发上去了啊，就是星舰也上去了，载荷卫星也放了啊，这个还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个事情。好，那么我们来这个读评论，让我去换个眼镜啊，这个眼镜还是反光反的很厉害。第一条 ，DeepSeek R2被华为芯片拖累这条啊，有人说了说，品主在油管帮西方散播假消息 ，V3.1已经推出了，是华为芯片训练的。DeepSeek 是开放给全世界，所以有考虑兼顾英伟达以达世界普及策略。但随着英伟达后门华为384要抢占市场，中国会两边平衡 H20那些看不上眼，回去造些好的再来中国吧。哎呀，我发现最近我这儿来了好多的粉红啊，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会这个义正辞严的在这儿胡扯啊，但是这个事儿到底谁胡扯也不好说了。怎么说呢？DeepSeek V3.1呢，应该还是用英伟达的芯片训练出来的啊，然后呢是量化成了这个就是华为芯片能跑的版本啊，然后让华为芯片去跑。虽然在英伟达啊，虽然在 DeepSeek 自己的这个模型文档里头，它显的是在使用的是 UE8M0的这个方式去训练啊，但是大家并不太相信这件事情啊，这个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是吧？应该还是在 FP8的基础上去训练的，甚至是 FP8和 FP16一起去训练出来的一个混合的模型，然后再去这个量化成UE8M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定的量化版本吧，可以在华为芯片上跑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我觉得，到底什么是假消息，谁来定义呢？对吧？他说，他觉得我说的是假消息，那我呢就不太好意思再去说他这个是假消息了啊。咱们还是要稍微的这个不能成为自己讨厌的人的样子啊。再往后啊，说是这个土味十足的机器人运动会，有人评论了啊，说机器人再这么玩就废了啊，这个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负责搞硬件啊，然后有人负责搞软件，中间的这个底层的芯片的英伟达管造啊，英伟达这2天说我们做了这个叫做Jason 索尔的这个芯片啊，就专门给机器人用的芯片，对吧？然后包括主机什么都出来，它那一个芯片2万多块钱，加上主机大概一个芯片可能对2万多块钱，加上它那个主板啊和整个那个机器大概是3万多块钱，对吧？那你想我们现在整台机器卖3万多块钱或者4万块钱，那它这个芯片可能就使不了了啊。但是9万块钱以上的
这个机器是可以使用它这个芯片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就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去往前走，然后等着别人去做操作系统就完事了啊，或者等着别人去做软件就行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其实，在整个这种创新过程中啊，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呢，就是像现在很多人去看到的那样，说，哎，我们是不是这个先做出一个特别棒的东西来，然后这个等着大家都去遵守我的标准，或者都在我这个基础上去干活啊，像安卓呀、iOS 啊，实际上都是这么做出来的。但是还有些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整个这个简单可用的东西出来，然后大家就拼命在这上卷，卷完了以后呢，慢慢卷出事实标准来啊，最后就往前走。其实像什么东西是这么来的 ？USB 就这么来的，对吧？USB 是从一开始设计出来的就不是最优解啊，就是很多就是咱们在硬件上使用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最优解，那最后它就这个大家用起来了，对吧？用起来然后成为标准。现在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磷酸铁锂电池啊，这个磷酸铁锂电池跟这个三元锂电池比起来，它能量密度只有人家一半，到现在其实还是只有人一半。但是中国人就想了一个什么比较恶心的招呢？就是这个三元锂电池都是圆的，对吧？你像那个谁，马斯克想玩这个什么大圆电池，什么4680电池，它都是圆的。那中国人说算了，咱做刀片电池吧，咱做成方的，对吧？因为你圆的电池跟圆的电池，你再怎么拼接，你这个中间的缝是很大的。我给你做成方的呢，它就可以紧密的塞在一起啊。所以现在的磷酸铁锂电池的电池包，同样大小和重量的，跟这个三元锂电池它的这个电容量其实差不太多，对吧？我们就是把它做成方的了啊。自己有的时候，这个方式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愿意去卷，愿意去迭代，愿意去往前更新升级的话，呃，都是对最终的这个标准确立，或者对于最终的胜出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这种土味十足的机器人运动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法吧。先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啊？还是说为什么美国那些大厂不用 FP8？美国好多大厂也是 FP8，它咋不用了？对吧？他们有 FP8的，有 FP16的，有 BF16的都有，对吧？因为你再大了，它就没法跑了。你说我用 FP32，那它跑不动了。反向传播求导过程用 FP8牺牲精度是，重要的优化的方向之一，但不是绝对一定要做的。而且闭源大厂可能也做了，它不一定说就是了。对，你像这个 OpenAI，它最后到 GPT 3.5以后就闭源了嘛？GPT 4、GPT 4O，它到底现在是不是这个 MOE 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 GPT-OSS 是 MOE，对吧？其他的压根就不知道。从 GPT 4O从 GPT 4开始，大家就猜它是 MOE，然后他就不说，我就不说，那你咋办嘛？所以我估计他应该也在用 FP8，所以这个不是说为什么他们不用的问题。好啊，继续说这个国补没了啊，消费带来了。在这儿呢，有人问说，这是不是鼓励老赖啊？老实人都按时还了啊，老赖不仅可以拖欠，到最后还可以打折还款。首先呢，这肯定不会鼓励老赖，一旦鼓励老赖的话，整个的社会会崩盘的啊，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呢，这个老实人呢，你把它还掉啊，这个但是在中国有点差劲的是什么呢？就是老实人按时还款，并不会让你的信用分增加。你像在美国呀，就是你按时把钱还了，你的信用评级要比那种从来不借钱的人还要高一些，对吧？你能够借钱还能按时还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值得鼓励的事情啊。至于老赖的话，反正在中国其实是对老赖非常不友好的一个国家啊，因为在国外就是说我申请破产就完了，对，个人破产，对吧？那我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在中国，虽然现在个人破产的法律是存在，但是你想申请个人破产成功的几率基本上是零啊，非常非常难啊，他不让你去个人破产。至于说最后这个打折还款的事情呢，是这样，它确实是可以
打折把这个资产包卖掉，但是绝对不能卖给借钱的人。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一旦是你把这个资产包打折卖给这个借钱的人了，这个系统就崩溃了啊！所以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好，继续啊，这个1000万装机量，鸿蒙系统跨过生态鸿沟了吗？啊，这一条里头也是一堆的华为粉红上来骂街啊，这个挺怪的。像我这个里头，其实好长时间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儿了，因为我这儿对于华为的评价从来就没有高过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这条就好多人上来骂啊，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有一位朋友说了，说 IBM 1964年开发的 S360系统，360嘛，我怎么记得我用过390和400呢？我没用过360。那个时候的计算机软件跟硬件一起卖的，啊，1964年那我肯定没用过，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对，这个 IBM 事后发现，开发软件的成本跟开发硬件的成本一样高。项目经理后来还写了一本著名的经典《人月神话》。我要说的重点是，软件的成本跟硬件一样高，华为加油啊！这个朋友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1964年的历史啊，这个还是非常感谢。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是现在的软件成本要比硬件高无数倍啊，高得多得多得多。软件成本在互联网时代以后就绝对的超过硬件成本了啊！这个千万不要认为这个软件成本跟硬件成本还可以一样高。咱们去看看美股七姐妹，美股七姐妹里有几个做硬件的？苹果做硬件的啊，英伟达做硬件的，然后特斯拉做硬件的啊，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做软件的。谷歌、微软、美塔，对吧？亚马逊这都是做软件的。而就算是刚才咱们讲那几个做硬件的，他们其实都是按软件公司估值估出来的啊，就是按软件公司的这个方式来去衡量价值。你像特斯拉，对吧？他如果按照一个造硬件的公司来去算价值的话，他才卖几辆车呀？他的那个市值是所有这些汽车公司市值总和可能都没他高，对吧？什么丰田呀，什么这个大众、奔驰，对吧？福特、这个凯迪拉克啊，就那个叫通用，对吧？这些加在一块儿可能都没有特斯拉高。特斯拉总共其实没卖掉几辆车，你这个，所以最后就是软件，甭管是成本还是最后的附加值的这个价值。都是这个更容易被资本所认可的，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软件的时代。你就算苹果也是这样，你别看它是个造硬件、造手机、造电脑、造什么这玩意儿，但实际上它是靠软件、靠这玩意儿挣钱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啊！软件的成本、盈利能力、资本认可度都远远超过硬件。再往后啊，说 iPhone 第1年根本不能安装原生应用啊，只有 Web APP， 到第2年才有 iOS 应用，所以本质上用1年就1000多万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 ，iPhone 1的时候里头确实是没有 App Store 的啊，到 iPhone 2才开始有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确确实实是2年啊。之所以它这2年可以当1年使了，是因为安卓比它晚嘛，安卓要比它晚的1到2年才正式的开始推出来。安卓我记得是07年是苹果发布，然后08年呢是安卓呢开的发布会，但是并没有卖。安卓的机器开始卖，我印象里大概是09年才开始卖吧，还是08年、09年中间的时候开始卖，对吧？所以这个中间它确实是有1年的抢发期。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特别逗的，就是安卓开卖了以后呢，大家安卓就上来讲说什么叫智能手机啊？你得能装 APP 才叫智能手机啊！当时苹果也能装了嘛。后来想想不对，说你必须得能安装输入法才可以啊，因为咱们在中国嘛，它必须得安装输入法。因为苹果是很久很久以后才可以开放安装输入法的，就安卓一开始就可以装输入法，对吧？它的输入法是一个应用可以装进去的，所以安卓那时候一直嘲笑苹果说苹果不是智能手机，它连输入法都不能装，是作死的，这事儿不行。但是这就是早期。大家都在泥巴地里翻滚的时候闹出的一些小笑话吧。再往后啊，说这个重写软件啊，就等于是原地踩过的坑再踩一遍，没见过的新坑也要踩一遍啊。这个就是想的说，像微信啊这样的软件要迁移到鸿蒙上是很费劲的啊。但是呢，我可能得纠正一下啊，
这个重写软件啊，真的不是说原地踩过的坑再踩一遍。写软件啊，特别是这种大的软件，很复杂的这种工程软件吧，它有点像什么呢？在一个雷场里头啊，满地都是地雷，哪有地雷不知道，我们就一点一点往前趟，趟完了以后呢，算是把这条路趟通了。中间到底是踩了多少颗雷啊，多少这个被炸了多少次，咱不管了，反正是最后走通了。走通了以后呢，后边的人啊，请按照前面的那条路一个脚印都别差往前走。啊，你说我这儿需要一个新功能，我在这儿需要开出一个小新岔道来，没问题，你先走到离这个地方最近的地儿，然后再往前走，对吧？你不可以在雷场里头乱走啊！你现在等于是我给了大家一个新的雷场，来，请再重新趟一遍，对吧？里头没有前人的脚印了，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就是以前可能这个哪怕说是这个雷场里就10颗地雷啊，你踩中了9颗才走到那头了。那对不起，剩下的还是不知道，你依然得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原来那个路往前走啊，这个才是就是真正做软件的一个过程。特别是软件大了以后的话，谁也说不清楚里头到底有多少坑啊，或者你没踩的地方到底有坑没坑啊，这事都不知道。再往后啊，还有人上来说啥呀？说一旦中美战争啊，美国的系统都是子弹和炸弹。你这个傻子啊，连这点认知都没有吗？看看这里的评论区，几乎都是恨不得中国成为叙利亚、伊拉克的货色和傻叉。伊拉克现在民主自由，叙利亚也民主自由了，一群傻叉啊！这个就是因为我说有很多人骂我嘛，对吧？这个总要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啊，不能光我一人挨骂，对吧？大家都得陪我一块听一遍啊！就有这样的人上来骂街啊，这个。在这一条的这个视频下头，类似这种评论是很多很多的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当今世界呢，其实谁也不愿意打谁，对吧？我们也没愿意打美国，你只要不打他呢，大概率他也不会打你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把这日子过下去呢？啊，为什么一定说，哎呀，我先防着你啊，你也防着我，然后大家都这个把小院高墙都立起来啊？这个其实没什么意思啊。至于伊拉克跟叙利亚现在到底什么样，其实谁也不知道，对吧？我们也搞不清楚那儿到底是什么情况。反正国内有国内的论调和这个滤镜吧，也就是如此了。我也没去过啊，也不知道。IBM 的360就是60年代的产品，70年代370，老范用的390是90年代的产品。我的390和400应该都是到快2000年的时候用过啊，那个都挺晚的了。我今天实践学习 Nano Banana 修图太炸了，干了 PS 的活儿。老范啥时候有时间讲讲啊？录完了，已经传上去了，会员现在都可以看了。特斯拉有硬件能力，可是知道软件才是应该重视发展的啊。SpaceX 就是硬件，虽然主要还是卖服务啊，是的。SpaceX 其实也主要是服务吧。你说真卖那大火箭，谁买那玩意儿？范老师是对的啊。昨天听了一个 webinar，美国的制造业复兴要搞软件定义，这个是什么 manufacture 软件的新时代正在到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核心还是要有标准，而标准这种东西是要靠开源来搞定的。你如果现在还想像日本人那样说，我搞个专利，然后咱们来做个标准吧，这个就会被淘汰啊。伊拉克现在挺好的啊，新巴格达是非常现代的一座城市，那就不知道了。这个咱们不了解，国内反正就是再也没有伊拉克的消息了，对吧？现在每天国内都是在讲这个叙利亚的朱拉尼怎么样啊，又被打跑了，然后又跑回来了，然后那个又如何了，都是这样的一些消息啊。国内可能更多的是塔利班的消息还多一点啊，这个就是阿富汗的消息还多一点。伊拉克现在到底什么样，真不知道。
继续啊，这个上期读评有一条啊，说这个知心大姐姐这个判过失很正常吧？又不是主观故意杀人啊，并且她也没有明知对方可能有生命危险而放任不管，而是意识到风险后立马回头确认情况，而且3至7年判了5年半，对于这个罪名不算是轻判。我知道的一般是3、4年啊，这个呢也是另外一种说法。这个咱们是在上期读评里头讲到过，说有一位上海的小三儿啊，然后呢，这个在她这个男友啊，这个喝醉了酒去祭奠父亲的时候，在河边祭奠父亲的时候，这个1月啊，直接一脚把他踹到这个江里去了啊，而且当时是气温是0度啊，直接一脚踹进去。摔下去了以后呢，这个回到车上休息，然后等了一会儿，发现男友没有出来道歉，啊，然后就回去看，发现这个河边上已经没有人了，这个时候再报警找人来去施救，但是这个男的已经死掉了，啊，这样的情况呢，最后是被判成了这个过失杀人啊，或者叫过于自信导致的过失杀人，啊，那么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案件呢？其实现在就是这女的其实已经放出来了啊，就是她5年半嘛，这是2020年的事儿，这个人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她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给大家看的啊，这个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判成过失杀人，就是现在就是要拿出一些这样的典型案例来。这个事儿呢，之所以会被大家所不能认可呢，主要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女的。啊，而且是个小三啊，她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婚姻或者是一个恋爱关系，啊，在一个男性喝了酒，然后这个1月份大冬天啊，在这个0度的情况下，一脚给人踹下去了啊，而且踹完了以后呢，没有当场施救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做的这个判定啊，咱反过来，如果是个男的一脚把这个女的踹下去了，然后导致这女的淹死了会怎么样啊？这个因为还有一些。这个叫做性别对立的这种气氛在里头吧，所以大家就对于这个判罚非常不理解。而且像他这个事儿呢，是检察院去抗辩了啊，就是检察院1年都未必抗辩过1次。然后呢，像他这个就是检察院去抗辩了，说你这个判的不对啊。那么检察院而且是抗了1次还是抗了2次，说这个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啊，在这个是明显的。有这种不能算杀人动机吧，就是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正常的婚姻关系嘛，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干了这种事情，对吧？那么你还判的这样轻啊？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你看这个道理完全讲得清啊，但是这种事儿呢，就是很多道理，最后到底讲哪一条呢？是由法官来说了算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就不太那么愿意去相信。法官是站在公正的这个前提下去进行的判罚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啊，我们继续。职业打假人的日子到头了啊！这条视频下头也是巨多的留言啊，咱们念几条吧。第一个呢，说市场越混乱，山姆越火，哎，这说对了。大家还是更愿意相信山姆啊。山姆从前面换供应商这个事情里头已经基本走出来了，大家还是山姆的东西就是好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信任就是一种降低选择成本的手段啊，因为现在大家说你要去买东西，你要去挑半天，对吧？然后这个怀着忐忑的心情，这个选择成本本身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这个。还是要去树立这种信任，你去把这个职业打假人都干掉了的话，这个信任就没有了啊，或者说这个信任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失掉，啊，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消费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然后再往后呢，说这个奸商的春天来了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就是虽然他把职业打假人干掉了，但是呢，奸商没有贪官。是不会有好日子的，就是最后大家都去恨奸商，其实奸商也是被贪官剥削的一帮人，就是最终获取
整个社会利益的人是最上层的贪官啊，而不是奸商。奸商只是他们的白手套而已，对吧？都说我上边有人啊，这才叫奸商呢。好，我们继续啊，然后是说又翻了一次饼啊，监管成本高就选择不监管。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并不是监管成本高，对吧？而是什么呢？而是就是监管要回收啊，就是到底谁能够管，谁不能够管这个事儿，谁说了算的问题啊。如果说让职业打假人把这个韭菜割了，那上面这个县管的啊，不是说县官，而是县管的这些直属领导，你说我怎么去找人收钱呢？对吧？本来是他收完钱，他把保护费一收，对吧？这一摊事儿就归他管了啊。别人谁来了，我护着你啊，他应该是这么来干这活的。但是现在有一批不听话的啊，这个甭管是保护费交到哪儿去了啊，拎着猪头上哪个庙门拜过了，都有可能被职业打假人收拾啊。那么，而且这些官员啊也好，或者是这些县管也好吧，面对这种全国流窜作案的这些职业打假人呢，他也没什么办法，对吧？你要是管多了呢，还有可能翻车，对吧？这个是不能允许的啊，就是谁可以去收割，谁不可以去收割这件事儿。是要有规矩的啊，不能没有规矩啊。再往后说，如果真想维护好营商环境，就应该鼓励职业打假人，然后严格执法。创业的最怕遇到商品被仿，啊，维权成本太高啊，还有就是同行造假或者是这个粗制滥造，导致其成本更低，竞争不过就很恶心。这个呢，我觉得也不对啊，这个。直接打假人这个有他讨厌的地方啊，有他好的地方，有他讨厌的地方。我觉得呢，真正的这个维护营商环境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假货重罚；第二，职业打假人啊，我们发现你造假啊，这个诬告我也重罚你啊，这应该是这样，而不是一刀切，我把所有职业打假人都干掉，对吧？这个就反正中国特色吧，中国经常是说，哎，大家都去骑摩托车，哎，不行，摩托车太乱了啊，所有人都不许骑摩托车了。然后大家都去骑电动车，哎呀，电动车跑太快了，出事故了，不行了，大家都那个统一出一规定，电动车不许跑快了，对吧？然后他就搞这样的事情，啊，都去玩这个比特币了，啊，这个比特币不行，不好管啊，看了一段时间，行，以后都不许玩了啊。他不会说，哎，我把这个最有问题的人抓住，然后我让剩下的人健康发展，他没有干这个的，都是干完了以后说，哎，不行，一刀切，你们都通通都别干了，这个是中国特色。继续啊，这个职业打假人这条还有啊，说老范，你这个立场太偏颇了，看问题太表面。职业打假人很多都是原来的地痞流氓，官方也曾想过以恶制恶，后来发现不行，地痞流氓以打假之名栽赃陷害、敲诈勒索，后来打假人变成了一个产业，分工合作，跟流水线一样，有人出教程，有人搞证据啊，有人专门找瑕疵。再瑕疵卖给下家，这些人啊，搞得商家根本没法好好经营，还激化对立，消费这个浪费行政资源，这个我就没看懂您到底想说什么啊？你前面讲的呢叫做这个栽赃陷害、敲诈勒索，那你遇到这种事儿，你也重罚他就完了呗，对吧？你把这几个坏的逮着，然后剩下的人他不就健康发展了吗？至于后边这个，你说，哎，我形成产业了又有什么问题呢？分工合作跟流水线一样，出了教程，对吧？有人搞证据，那么既然有证据了，有瑕疵了，那咱就把这个有证据、有瑕疵的罚了，不就完了吗？对吧？而不是说把这个瑕疵我们怎么去这个激化矛盾，这个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好的市场呢，还是要一个这个维稳呢？大家要想清楚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大家都把这个证据拿出来，那看呗，这个证据是真的，那我就把商家罚了，对吧？证据是假的，我就把这个造假证据的这个打假人罚了，这不就应该是这样的方式吗？你现在就是说，哎，我们大家都别干了，他统一都停在这儿，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很神奇的这个想法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完完全全跟官方是同一个想法的人。
这个是商家都是诚信，就用不到打假人了。这个商家不可能都诚信，就算是日本、德国这种产品质量比较好的国家，对吧？他们的商家也都是罚出来的，对吧？就是我重罚啊，逮着一个就重罚，罚完了以后，剩下的人就不敢作假了，他都是这么来的。这就是懒政，哎，这个，呃，中国特色啊，中国特色。咱们继续啊，你们今天发言很不踊跃嘛，然后赶快发言起来。AI 泡沫破了吗？啊，这是直播的节目啊，还有每次都有人问啊，说你为什么过几天会把这个直播再切片切一个？这个咱们经常听节目的人都知道啊，我们每周五晚上的直播啊会比较长啊，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故事可能讲到40-50分钟，然后呢再跟大家聊聊天1个半小时左右结束。但这种呢，你再给其他人看，可能大家就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所以呢，我一般会去做一个，这个简洁的版本啊，可能比如说讲了50分钟，剪出来呢有40分钟，啊，然后把这个大家提问的部分剪掉，然后把这个呢礼拜一晚上放出来啊，然后而且放的时候上的是会标明啊这个直播切段的所以如果你把直播都看完了，就不用再去看那个直播切段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有人说了，说老范买的早了啊，现在不至于亏吧？这个合理调整。今天美东星期五又涨回来了啊！这个，对，我是这样，就是买美股的这些科技股基金呢，今年年初买的那批，其实也没亏啊，但是挣的亏过啊，还是亏了一些的。然后年初买的亏过，然后后来是开始赚。这一次的话，大概确实是亏了一天啊，然后到现在，还没有赚到最高点啊。今天我看了一下，还大概离最高点还差那么一点点啊，就又快回到最高点去了。所以美股这个东西就比较简单，就是你不需要费心思，你认准了就搁里搁着就完了。有人说了，说创新院那个制度 vs 人的实验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是个中国社会是人治，以及其大于法治的特点有关，但不知道西方有没有类似的实验。很好奇，如果是到德国这样的国家，会不会有不同的效果？你看看希特勒是怎么上来的，怎么会有不同的效果呢？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种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差异差在哪儿呢？就是，呃，当短期去看，或者说在一个方向比较明确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人治通常都是比法治更有效率的方式，对吧？或者说你对任何一个事情单独去看的时候，人治都有更有效率。这个中国的这个哲学跟西方的这种哲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相信人是可以通过学习通过培养，通过挫折成为完人的而西方说不可以任何人都不可以成为完人你哪怕说做对了10次、100次、1000次正确的决定，也没法排除你下一次做出错误决定来。所以呢，他们选择了一种说，哎，我宁肯是决策的过程没有那么高效，但是呢，我们要避免那个最糟糕的错误结果产生他们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我们相信就是，你只要是好好学习然后这个不断的去成长你就可以比大多数人做出更正确的决定来，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还有人说说关于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的问题对于老范讲的深有体会。社会工程，之所以能够上升到工程学的高度，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跨地域、跨文化、跨种族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一个定律，一个定理如果不能在另一个方面重现，那就不能叫这个 engineering 了就是这个工程学了。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工程学肯定是值得去研究的一个科学，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
我并不认为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跨地域、跨文化、跨种族都可以去工作的方式。你比如说管理白人团队、管理这个华人团队、管理这个印度人团队，它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玩法，对吧？但是工程学呢，它会告诉你说，哎，我们通过一个什么方式可以进行评估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寻找到方向，这个可能还是有效的。但是呢，并不太会发生真的，跨所有这些东西都好使啊。这个一旦是放之四海皆准，这个玩意儿就是伪科学啊。所以你要去评价它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只有一个标准，你说这东西能不能证伪啊？一旦说这东西不能证伪了，它就是假的。就是一定能证明说在哪些条件下它是错的，这个东西才是真的。还有啊，按照营销每年40%增长，这个 Palantir 的股价已经把未来5年的增长都计入了，市值与这个基本面实际增长脱钩，市场的 Cap 指数已经是38了啊，处于历史高位。现在美股借着市场热度在炒市值，现在进场有勇气。这点是这样，就是特别是很多的这个，包括像美股七姐妹这样的啊，大家其实没有办法用传统的方式去衡量他们的股价。你像苹果可能还行，啊，苹果它的销售额很高，利润也很高，而且还不停的回购，对吧？那么它可能会是相对来说比较符合传统的这种市场的规律的一个公司。你像特斯拉，你按这个方式去评估的话，那它就不值钱。对吧？卖的车也没那么多，然后未来也没什么增长。你说现在特斯拉还有可能蹭蹭蹭的往上卖车吗？不可能啊，对吧？那马斯克的人缘在美国、在欧洲都玩废了，现在只有中国人愿意买他的车，对吧？特斯拉 Model Y L 啊，大家可喜欢买了，直接卖疯菜了那个车，对吧？这个其他地方没有了，但中国人能买几辆特斯拉？他所谓的什么这个机器人啊，什么这些东西，1-2年之内它出不来的，然后再加上那大火箭。对吧？今天把火箭放成功了，可能特斯拉股价会涨一涨。但是大火箭那公司 SpaceX 跟特斯拉压根是俩公司，互不同属的俩公司，对吧？它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种情绪价值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大家对更远期未来的一些预期，而且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呢？未来5年增长都计入这个事儿就是扯淡。为什么？你所谓的未来5年增长都计入是？你用它现在的商业模式去计入的，用现在的这个经营模式去计入的，像这种最上边的这些公司，你是没法去判断它未来5年到底靠啥挣钱，到底挣啥钱的，对吧？然后你判断了说，哎，你未来5年按照当前这个你就没有增长，就跟特斯拉似的，对吧？你未来5年你说你能卖掉多少特斯拉汽车，卖不掉多少，特别是 Robotaxi 这种东西跑起来以后，那个车就没法卖了，对吧？谁买这个特别是便宜的车，什么 Model 3、Model Y 这些车就没法卖了。直接用 Robotaxi 就完事儿了。我需要买车，我都去买那种叫什么 Roadstar 呀，或者是这个 Model S、Model X 这种车去买去了。我就不会再去买这个 Model 3、Model Y 了。但是它现在卖的最好的是 Model Y。那你怎么判断它未来5年的收入？它未来5年可能说，哎，我靠 Robotaxi 的服务费，我把这个全都挣回来了啊，或者说我去靠机器人把这钱挣回来了。它那个在现在就是零啊，没有任何开始的一个事儿，你就要去判断它未来5年的增长。这种就是上来跟你讲说未来5年它这个增长都计入这种人，通常是财务出身啊，就是他们认为这个账是死的啊。像我们这种做一级市场的人出身，都是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好啊。这个大家的这个习惯的思考路径是不一样的。职业打假人收集证据的手段很可能是设陷阱让人家跳，类似钓鱼执法。那你可以不跳啊，对吧？这个你为什么一定要跳呢？而且作为一个提供食品啊或者这样的一个商家来说，是不是应该稍微有点底线？不能说人家稍微给个陷阱就跳进去，然后跳进去以后说，哎，你这钓鱼执法了。而且这些人他本身并不是执法人员，对吧？那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些空间啊。美团将年底全面取消这个超时扣款，这个卷呢，继续卷吧，那怎么办呢？
啊，这个等过一段时间再看吧，因为我最近点美团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多了。Palantir 稳得很啊，就算自己作死10年内也没谁能替代他。是的，这个但不好说啊，你下边换一个总统上来也不好说的啊。现在人在国内的不好买美股了吧？都是存量账户了吧？其实也没有，可以买，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你买完了以后该交税交税对吧？对吧？这个现在想省税啊，就别费劲了啊。就是高估价，就是买未来收益啊，想跑马圈地。其实有很多买卖股票的人压根儿就不知道未来怎么回事儿。这个你别看美国是很多的机构在这儿去做这些财报，但是呢，我其实怎么说，就是像我们这种草根型的啊一级市场的玩家，对于这些学金融、学财会出身的这个做这个研报的人啊，做这个调研的人，属于相看两厌啊，就是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他们也看不起我们。对吧？这个就是各种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他想象力空间啊，他们没有想象力，就是对于业务没有想象力。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呢，我们肯定各种的估值模型都非常的粗糙和简陋。然后另外呢，我们对于各种的金融操作手段呢，也没有想象力啊，这个是一个相看两厌的过程。马斯克还有星链未来的资讯收益，但那个它不在那个特斯拉里头，跟特斯拉没关系，对吧？苹果的话虽然依然坚挺，但是一直搞金融啊，研发的投入真的很少。它其实主要还是做回购，大量的回购。我其实并不看好它的长远未来啊，就单单看人工智能方面就可以看出苹果真的是有些拉了啊。当然，这只是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怎么样谁知道呢？对啊，只要提姆库克在这儿，其实他不会有未来的啊，这得换一个。就算有 Robotaxi，住郊区的人也会买辆车啊，因为有的时候，等车等十几分钟啊，这个就耽误事儿。这个啊，别这么想，当 Robotaxi 真多了起来以后啊，就不会像现在出租车需要这么等了啊，它可以非常非常多的车，因为车这个东西它的成本是很低的啊，美国就是人贵嘛。像美国现在大家为什么不愿意点外卖？为什么不愿意这个什么很多送货上门送那么慢，对吧？等最后都是 Robotaxi 加上擎天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像中国人一样，哎，我们玩即时零售，对吧？现在下单20分钟以后给你送来，这个都可以有啊。现在可能美国人是完全无法想象这件事了啊，但是中国因为我们靠低人权方式已经可以把这个事儿都搞定了。你像我们家买很多东西都是这个上午买下午送来，或者有的快的20分钟给你送来。那这个消费刺激的不要不要的啊！英伟达财报，哎，这个等它发呗，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猜测的东西。换总统也没用啊，整套系统推倒重做，至少15到20年啊。但是我觉得换总统了以后，他有时候会比较难做啊，这个就再看吧。Palantir 不只是这个什么啊，对，不只是智能，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这个看吧，这个，我觉得反正他们也是挺绝的一帮人。继续啊，这个会不会遇到大涨价啊？这个竟然是一条帖子。我为什么那天突然有感而发了这样的一条帖子呢？就是我突然发现说，咱们很多的政策啊，因为没有这个反馈回调的机制，所以呢都是会就跟咱们以前学骑自行车画龙似的啊，先往左打，打完了以后实在是拐不过来了，再往右打，然后又打不过来，再往左打，对吧？而且越画越大，越画越大，最后会直接摔在那儿啊！这个很多初学自行车的人都会遇到这种问题。中国的好多政策呢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缺乏反馈机制，就是一旦出了政策以后，下面人不许说。然后呢，这个你没有反馈机制，你就没有这个回调的这个余地。所以呢，比如说计划生育，对吧？计划生育，哎呀，说不行了，这个人爆炸了，然后怎么样，然后等到这个人口老龄化，人口开始下降的时候，又急得不行，而且到最后你还补不回来这个事儿。
对吧？拿他一点办法没有。然后这个什么呢？这个房住不炒也是这样的，房价涨啊，涨得不行了呀，这个怎么办啊？我们要限制啊，各种的这个限购令，然后各种的这个叫做什么打击你的第二套房，打击你第三套房，然后各种的折腾啊，折腾完了以后，房价崩了，整个的经济全崩了，然后上来我们要扶持它，我们要让房地产好好的重新焕发青春，然后再怎么弄起来，搞不动了。对吧？但是现在呢，说，哎呀，这个价格太低，内卷不行，我们要怎么反内卷？要出清库存，要让价格涨上去。那是不是，比如等等哪天折腾来折腾去，就突然价格飞涨，然后直接就控制不住了呢？你再想让它降，它降不下来了呢？对吧？这个事情有可能我们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就当时我是有感而发，就发了这么个帖子啊，然后有些人就去给我回复了啊。第一个人就讲的说，凡是人工相关都可能会变贵啊，工业品。不可能贵，但是这个事儿呢，真不好说啊。这个在西方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但是在咱们这儿的话，就是它好多东西它没有这个回调机制，它就有可能一起起飞，对吧？像西方他们现在物价上涨是因为燃料、能源、食品啊，这个房租，所有东西都在涨，然后它等于整个的这个涨上去了。咱们现在比如说让这个交社保这个事儿，交社保等于所有用工成本都在涨。啊，用工成本涨完了以后的话，现在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招到3000块钱的这个员工了，对吧？你至少要招到5000到6000的员工，你才能交了2000多的这个社保以后啊，让他继续有钱可以在一个大城市里边生存。那么5000到6000的这种员工的话，要么就少招点啊，换机器人啊，或者换一些其他方式，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去提供更贵一些的服务。就是当整个这些东西都上去了以后，工业品一定也会涨价的。啊，这个到最后可能真的会，到涨价的时候，大家哭都来不及。啊，再往后还有人问啊，还有人说啊，说计划生育是真的是一个啊，相对于当时来说，这个遥远的大坑啊，房住不炒和房地产熄火没啥关系，啊，炒不炒都是早熄火晚熄火的问题。其实啊，计划生育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就算不找计划生育啊，可能到一段时间以后，它也会人口下降。你像日本、韩国，人家也没搞过计划生育啊。我觉得都是什么呢？就是女性受教育、女性工作、女性独立，这个就是女权是真正干掉这个人口出生率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对吧？这个它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啊，需要去读书，需要去工作，需要去追求自己的这个人生，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呢就会变成一个这种可选项啊，需要跟刚才我们想的这个学习、研究、工作和个人兴趣放在一个天平的两侧，他们要去平衡。他们就是这个人口出生都会崩的啊，就是你像日本最后也崩了嘛，韩国也崩了，但是呢，像我们崩呢就崩得很快，对吧？从这个一年出生2000万人啊，到一年出生800万人，总共没用几年，咔嚓就过去了。对吧？这个当时这个大家都傻了，说中国还可以这样，想不到，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计划生育这个事情跟房住不炒真的是非常非常像的啊。就是你当时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下这些命令的时候，都觉得哎，这个事儿肯定是对的啊。这个中国人怎么可能不生呢？对吧？无后有三，这个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啊，以中国人这个性格，必须得生，对吧？你必须要去打这个什么超生游击队，必须搞这个事儿。但是到现在你看看，你让他生啊，不生了，结婚都不结了，啊，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没法想象啊。我那天还在 Twitter 里发了一个帖子，我说这个解决中国的消费和这个结婚和这个生孩子的问题，我说我想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给这个跟中国人结婚的老外发国籍。对吧？你比如说缅甸的，什么老挝的啊，这个包括非洲的这些，他穷嘛，你愿意跟中国单身汉结婚，结婚就给你发国籍，那这个人口不也搞定了？然后也有人结婚了，结婚就会有消费嘛，然后孩子也有了，对吧？那些这个3000万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他们最想生了，对吧？然后让他们也都找着老婆了，也都能生了，这不一把全解决了吗？这当然咱们开个玩笑啊，这个像我这儿没什么正经事儿啊。不要把这事儿想太复杂了。
好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还有人在问什么啊？这个 Perplexity 好用吗？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有传出 Perplexity 想收购别的公司，还是苹果想收购它？Perplexity 我用过一段时间，但是感觉一般啊，因为我现在基本上不用了，我现在基本上 GPT-5搞定所有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他呢确实想收啊，他想收 Chrome 啊，然后呢。这个也传出过有人想收它啊，但是，到底能不能收成，这个还不好说。因为现在这些就是最热火烹油的这个行业里边吧，它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估值虚高啊，有人想收它呢，但是呢又不愿意花这么多钱啊，花少了钱呢，这个他自己又不乐意，然后他的这个投资人也不乐意啊，他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比较讨厌。美国郊区的 community 分散的太远了啊，除非跟救护车一样，到处的 standby station 啊，单纯靠路上跑或者等活的 robotaxi，这个覆盖需求有点困难。哎呀，这个真不困难。你要想让这个 robotaxi 找一个地方趴在那儿，要比他去建这个救护车的这个 standby station 要便宜得多，成本非常非常低，对吧？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事儿，而且剩下的不就是造车吗？马斯克那工厂里造车还不快，他还可以把各种二手车，对吧？大家有多少 Model Y 的这个保有量，他把这些 Model Y 直接就改出来，然后做这个 Robotaxi，不会有问题的。他会直接把大街都整个淹掉的啊！网络有点小卡，我这不卡呀，是你那卡了吧？就跟不上学不谈恋爱一样啊，一毕业又马上抱孙子啊，这个是说的哪段？机器人的长期运营成本真能打到3000以下吗？这个关键是这样，就得干，对吧？我觉得这点马斯克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现在即使贵，他现在一个机器人卖20万，对吧？就是计划卖20万吧。这个你只要不停的出，然后再跟中国人卷，而且马斯克还属于敢卷的那种，啊，他就真的有可能能够把价格打下来，而且最后肯定是机器人维护机器人啊，这个不可能完全靠人维护的。都用不着啊发国籍啊，给配偶工作工签就行了。现在跨国婚姻最大的障碍，一是手续不好办，二是外国媳妇儿来中国后5年内没法工作。但凡放开配偶工签，疫情前农村小伙排着队去巴基斯坦选媳妇儿的盛况会再现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有可能行啊，咱们开个玩笑，这条路我觉得有可能行。呃，也因为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过得太舒服了，太自我了，无法接受婚后太多柴米油盐压抑的生活，由奢入俭难。其实啊，不能这么想这事儿啊。咱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大家不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男女错配，就是女性呢，确实原来受压迫受了这么长时间，她们也有这种被迫害的这种怎么说呢？预防措施吧，咱们不能说叫被迫害妄想啊，就是它有预防的这个措施。所以呢，女性会更努力的读书啊，更努力的去进行阶级跨越，然后跨越了以后呢，他们到城里了以后又没有办法去，在城里头找到他们心仪的男性去结婚，而这个留在农村的这些男性呢，他就更找不到老婆了，对吧？就是去了进城的这些女性，读了大学了，阶级跨越这些女性是不可能回到农村去找个初中生的吧？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等于发生了巨大错配。咱们举另外一个国家吧，也是这种巨大错配的这个国家是谁？新加坡。新加坡呢是大量的女性没法结婚，男性也很简单，直接到大陆来找老婆就完了，对吧？我那时候认识好多的新加坡男生都是在大陆找老婆，然后女生呢都是可能30-40岁了啊，40-50岁了，甚至是就这么混过来了。后来我也问他们，就当时我们也有那种新加坡的女性的同事嘛，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就不结婚了吗？哎，他说年轻的时候玩太开心了啊，这个后来觉得就这样了。你说你再让我去找一个这种大家一起玩大的这些人去伺候他一辈子呢，我又受不了，对吧？自己玩自己的也挺开心的，我自己这个社会也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
对吧？我为什么要去结婚？为什么要去养孩子？对吧？没必要嘛，所以他就自己一直开心玩下去。然后男生说有这个想结婚，想这个有人在家里头稍微的照顾一下家，有孩子的这种他就跑到中国大陆或者跑到这个台湾啊，跑到这些地方啊讲中文的地方去找一个漂亮老婆，然后回去去继续生活，对吧？所以这个是有这个什么的啊，有这个样例的啊。只是呢，新加坡它比较小啊，人口也比较少，所以它虽然错配了，这个但是也问题不太大，它给周围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带来特别大的波动。但是如果中国干这个事儿的话，就比较危险啊，因为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你想光棍3000万啊，然后今年是好像是上半年吧，是结婚600万，离婚300万，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你在这种数据下你咋弄啊？对吧？那么这个你真的到周边去找媳妇儿的话，会给周边所有的国家带来这种巨大的灾难的啊！这个就是想把中国的这个人口给它搞平衡了是不可能的，这个会非常非常危险的。不是范老师啊，公里容纳量是有限的啊，这个郊区能停车的停车场也是有限的，要是全被等客的这个无人车占了，民众就抗议了。这个不用担心的，这个你盖呗，盖那种立体停车场或者停车库，它又不太占地儿，这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觉得像美国郊区停车还是挺方便的，对吧？那个就是就是在那种公路旁边，就是有那种大的停车场，停车场旁边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一个停车场一圈是商店的那种玩意儿嘛。我觉得那儿并没觉得停车费劲，这个不用太担心的。川普为什么看上韩国总统的钢笔呢？直接要，这是总统的行为吗？嘿，我告诉你，我要敢拿根钢笔到川普面前晃悠，他敢找我要的话，我能回去吹一辈子。但是我比较好奇，韩国总统到底拿了个什么钢笔去啊？挺漂亮的，还带着盒呢，对吧？你像咱们谁如果平时用钢笔，然后还带个盒去，这个挺奇怪的啊，应该是一个新钢笔。而且美国人有一种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这个签个字用好多钢笔。像川普有时候也干这种事儿，就是一堆的笔摆在那儿摆一排，然后那个每签一笔或者一个字母，他就换一支。这样的话，等于同一个签字仪式就会有一大堆的这个钢笔可以卖，所以这个反而跟咱们的这个想象不太一样啊。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拿到这个签字钢笔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吧。坡县是这样的啊，但是男女对立不严重啊，起码不会打起来。哎，他们就是各玩各的啊，自己玩自己的就完事儿了，打不起来。那照这样看，婚姻对男性更有利，对女性不利，女性要牺牲的更多。呃，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呃，女性呢肯定还是要去放弃一些选择嘛，对吧？至少在当前的这个状态下，还是要放弃一些选择。你像这个，中国其实有很多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双职工造成的，就是女性必须出来上班。你像日本那样，就是女性可以不用出来上班，其实她也没什么。对吧？我就把这东西当成一份职业去做就完了，就是在家相夫教子，就是我的职业，啊，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中国呢，因为男性的挣到的钱不够养家糊口的，对吧？那就只能是让女性也出来上班。那女性说我也上班了，我也挣钱了，对吧？凭什么我给你，我伺候你啊？这事儿它就会变得很麻烦，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吧。所以你看，现在真正生的多的都是穆斯林。穆斯林要求什么？女性不要受教育，啊，不要上街，然后上街都要把这个脸都遮起来，都这样，啊，他就好好的生孩子去了。美国郊区停车方面，前提是单方面，单位面积车辆比值够大。如果马斯克用无人车啊覆盖民众出行需求，他的建不少停车场，利用公共设施节约运营成本，这件事情在许多州啊会挨罚的。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算出一个数来，甚至呢，他可以找大家借停车场。比如说吧，他现在需要一个停车位啊，来去为他这个叫做什么呢？为他充电，那他就可以干嘛呢？招标啊，说我现在招标
啊，这个我们需要一个呃某一个小区或者某一个郊区里边的这个停车充电维护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呢你要交多少钱，我们就给你统一建设，你就算是叫什么来着？算连锁加盟呗，对吧？这个没问题，你就相当于像个那个加油站似的，对吧？它这个我觉得应该会有人想办法把这事搞定的，不用太担心。欧美喜欢签一份文件换一支笔，还不是一份文件，就是他们签一份文件需要换好多支笔，对吧？这个笔还是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琼瑶的六个梦啊，一妻多夫解决问题啊，这个没看过这故事啊，不了解。MIT 的凯尔纽波特最近文章称，以 GPT-5的表现看，目前的 AI 大力出奇迹模式可能已经接近天花板了，其底层逻辑不过是海量信息的随机选择，不会出现类似人的意识。老范怎么看啊？这个，我觉得我的看法一直是人也没有意识，对吧？大家都是训练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 GPT-5跟人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啊。到共享女友按时付费，你这说白了就是这就不能说了啊。签一个字换一支笔啊，这个我记得当时是麦克阿瑟还是谁在那个密苏里号上去签那个日本投降的那个证书的那个诏书的时候，就是换了可能十几20支笔啊。我记得当时是这个麦克阿瑟在上面签字，尼米兹也在上面签字，然后每个人都是拿了一大堆的笔，然后写一笔换一个，写一笔换一个，因为好多的那个博物馆要收藏这东西。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DeepSeek V3.1和 UE8M0这条啊，有人说了啊，说这个给我纠正错误啊，说缠足可不是满清对汉人的压迫，满清政府还明确反对的啊。这个，因为我一开始印象里呢是，满族人要求这个满族女性是坚决不允许，对于汉族就放任了啊，而且这个满族去娶这个汉族小老婆的时候，还专门要去娶这个缠族的，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刻板印象是，这个缠族是满清人对汉人的一个压迫，后来发现还不是这样，啊，我今天还查了一下，这个事儿呢，应该是从大概后唐吧，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流传起来的，然后到宋朝呢，开始逐步的发扬光大，然后呢，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厉害，到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厉害的一塌糊涂了。对吧？这个到满清入关以后呢，这个前面几个皇帝啊，就是像康熙呀，这个前面是顺治啊什么的，确实是发过诏书，说全国的不论满汉的女性都不允许缠足。但是呢，这个诏书呢，在满人里头是执行的很好，在汉人里头没法推行，因为为什么？就是当时大家就认为是你不缠足就嫁不出去了啊，它属于道德标准的一部分。啊，说你连脚都不缠啊，你没有这个，你怎么可以去嫁人呢？特别是这个想要嫁给这个大户人家、好人家啊，你就必须要缠足，对吧？你说这个你嫁给个农民啊，你缠了脚以后没法下地干活了啊，那这个你就别费劲了。但是你说，哎，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我们这姑娘以后一定要嫁给大户人家，你就从小缠足。然后呢，到雍正以后呢，就不再提这事儿了，就是他还是要求满族的女性是不容易缠足的，对于汉族呢，他们就不再提这事儿了。然后等到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呢，好，慈禧还提过啊，说不要缠足，但是呢，提了也白提，就是汉族人也不理他，而且呢，就是满族的人去娶汉族女性的时候，依然会去选择缠足的。然后包括到后来啊，就是满清皇宫里边娶的这些汉族的嫔妃啊，也是要去娶这个缠足的。这缠足这件事呢，正式立法禁止是在民国，大概1910几年的时候正式立法。但是呢，在民间的执行也不是特别好，啊，因为这个就是你去，把这件事情完全的改变民族习惯还是挺难的啊。后来是到解放以后了啊，才是，通过运动的方式让缠足这件事情彻底没有市场。所以这儿呢，纠正一下啊，并不是满清对汉人的迫害啊。还有人说了，说这个，GPT OSS 它不香吗？干嘛非要拿 DeepSeek 来折磨自己呢？
这个呢，我去查了一下啊，就是 GPT-OSS 跟 DeepSeek 之间呢，反正各种跑分吧，基本上还是 DeepSeek V3.1要稍微高一些啊，要比这个 GPT-OSS 120B 要稍微好一点点，好的并不多啊。一个600多 B 的模型比一个120 B 的模型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个，这个也没法说吧，它本身不是一个线性分布的一个跑分，对吧？所以，看吧，这个具体怎么去做。然后呢，DeepSeek 我相信它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去升级的啊，所以呢，DeepSeek 还是值得去好好学习一下，好好用起来的。虽然我现在在整个的工作过程中用 DeepSeek 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就是在整个的工作链里头已经把 DeepSeek 全剔出去了啊，这个实在是太不靠谱啊。但是我也不怎么用GPT-OSS 啊，我现在主要是用 GPT-5和 Gemini， 以及个别的时候用这个 Grok 啊，我现在用 Cloud 也用的很少。好，继续啊，这个 UE8M0是降本增效的利器，尤其是在硬件受限的环境里头，DeepSeek V3.1运行效率可能优于 GPT Llama。DeepSeek 证明了中国在软硬件协同和算法压缩方面找到了独特路径啊，这个其实也不算独特路径啊，就是这种 UE8M0呢，它确实在算法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方便的。我们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也发了一个帖子跟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就是 UE8M0这种数，两个数相乘实际上是做加法，什么意思呢？它等于整个8位全都是2的多少次幂的那个幂数，对吧？你比如说2的10次方，加上2的这个乘以2的20次方，实际上就等于2的30次方吧，你就把那10跟20直接加起来就完了。所以它等于直接就把乘法变成加法了，把除法变成减法，然后呢，把这个加法呢直接做成两个数相比大小然后比如说10的这2吧，2的这个20次方加上2的10次方等于2的20次方，直接把那小的数扔了吧它是这样来干的。除非是两个相同的数相加，比如说2的20次方加上2的20次方等于2的21次方否则的话直接把那小数一扔完事儿。所以它把计算的过程极大的简化了。这段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个反正搞计算机的应该能听明白这种东西，就是你一旦余数是0了，就是你的所有运算都会变得极其简单，对吧？这个因为加法变成比大小，而绝大部分就是加法跟乘法，像他们这个里头又是矩阵乘法，那乘法就变成加法那它整个的运算效率就提升了，所以它确实是很快。对，缠足是程朱理学的产物满族人要求的是金钱马尾留发不留头，是的，这个是有差异的。DeepSeek 推出了 FP8，英伟达跟上推NVFP4，能介绍一下英伟达这个吗？这个我还没去研究因为我前面看到的主要大家玩的是那个叫 MXFP4，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 NVFP4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而且讲这种玩意儿呢，就是比较费劲因为你像我的节目都是我录完了以后我太太剪，就像我去讲这个UE8M0这些视频，我太太说能不能把这部分都删了，我听不懂，然后这个也让我很痛苦。这个我说我已经尽量按照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讲了。第14星舰没发射，有没有什么没发射？其实早上不是发了吗？对这个我早上还做了直播呢，你咋不好好看直播呢？忘了今天有直播了每周三都有中有缠足，西有束腰都是打着文明的口号残害身体束腰确实也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事情。缠足就是把富裕的家庭把女性当财产，不让女性逃跑。农村穷的女性就不怎么缠，因为要下地干活是生产力工具。这就没法说了，反正他就搞了这么个事儿。油管评论区还有自动屏蔽吗？这个 Tommy 那句程朱理学
那一句我在油管评论区评论窗口看不见，我不知道啊，这个反正我是看着了。程朱理学追求天理，求天理而灭人欲，是这样的。缠足更类似于一种献祭行为，以真理献祭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其实好像不是，他们要跳一种什么舞，我也不是搞不清楚。就这块我是真不是那么了解啊。我们家是我太姥姥啊，就是还是就是她是缠了一半，后来呢实在是怕疼就放了。然后到我姥姥这一辈呢，就基本上没有缠足了啊。然后，我父母肯定是赶不上这东西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不要这个符号了，因为只留了一两位的什么啊，然后所以用简单的这个逻辑门解决什么的乘法式，哎，反正它这个肯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绝、比较极端的一个玩法。缠足我见过，我奶奶就有，我47了啊，这个你像我50多了，我奶奶就没有，奶奶好像也没有，我姥姥也没有，就是我们上两辈都没有啊，我53了啊。舞蹈仪式就是献祭活动的标志啊，好吧，也可以这么讲吧。啊，也还有人啊，还有一些问题啊，这个，这个叫 AI 有意识吗？这一条视频下头有人问了，说这个业界不是追求 AI 自我意识吗？Grok 不只用3D 人像，还有大量毛片训练 AI，貌似要走上邪修教主的这个捷径了。啊，这个上毛片的不是他，上毛片的是这个梅塔。梅塔前2天被这个成人影片公司给告了，说你爬取了大量的毛片去做这个大模型训练啊。现在梅塔也没说什么，梅塔并没有说这不是我干的，或者是临时工干的。梅塔讲的是这叫合理利用啊，这个所以爬毛片的是梅塔。至于说这个追求自我意识呢，其实他们追求的就是，用户粘性、用户使用、用户留存啊，他们追求的是这个。至于到底有没有自我意识，对于他们来说一点意义没有。啊，你说没有自我意识的用户更喜欢使，他们就会追求没有的。啊，有自我意识的或者看起来像是有自我意识的用户更喜欢使，他们就会追求这个啊。所以这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什么呢？经济导向。还有人说啊，大家是在意原创吗？啊，这个在意的是抄完了以后，再不要脸的吹弯道超车啊。这个讲的应该是Grok 2开源这条啊，这个有人在讲这件事儿。因为我在里头讲说，这个 Grok 2里头其实是借鉴了很多 DeepSeek 的这种思想啊。这个里头大家不要想着说，轮到中国身上就变成抄袭了，到了老外身上就变成借鉴了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他们就说啊，这个不要去搞这件事情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用了开源的借鉴人思想了，你就要写出处，说我从哪儿用的啊，要符合人家原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要符合人家原来的这个 license 啊，要符合人家的许可证。然后你如果使用了别人的专利呢，你就说哎我用了啊，该给人付钱付钱去，对吧？它是这样的。你去写了论文也是这样的啊，你引用了别人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写引用啊，这个是才是这个真正发展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这个，明明用了别人的，然后回来说这个，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这个事儿呢，会对于往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困扰啊，这个会有问题，它等于把整个的知识库给污染了。还有人讲啊，说所以开源还是要免费帮你缩小，改到每个人都爱玩，付钱都不见得有这些服务好吗？这个人家自己开发这玩意儿也不是为了给每个人家里自己跑的啊，所以免费开源，还要改成你们要的样子吗？这点要注意啊，开源从来不是免费，开源可以免费用，但是呢，开源它是一种商业模式，大家都是为了挣钱去的。
即使开源免费也是要挣钱的，对吧？为什么千问愿意把这东西都变得那么小啊？把这个从0.6 币到什么1点几币、3 币，什么6 币什么全都给你做一遍，他想挣你这个钱，对吧？我虽然现在开源免费了，你可以拿回去用，但是你真的要去大规模使用，要去拿它做二次开发，要去做定制的时候，你还是要找我来交钱的，要找我买服务的。他希望成为这一块的事实标准，对吧？然后通过这个来挣钱，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开源是一种慈善啊或者什么这东西，跟这没关系啊，它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啊，所以也别觉得说啊，他开源了都不要钱了，你还找人要它缩小。对啊，我让它缩小了以后，他如果这东西做得好的话，那我用了，它最后就成为事实标准了。我以后再要进行定制包装啊、定制服务的时候，他就该找我收钱了啊。所以这个都是生意啊，不丢人。没那么夸张，我奶奶也是缠了一半太疼放弃了，后来也有点影响正常功能。是的，就是缠一半放弃了，都还是会留下影响的。错过了星舰发射直播了，对啊，去看看回放吧。美团财报太吓人了，净利润减少90%，大战难道阿里要赢吗？这个财报的事情啊，大家不要太认真啊，因为我们以前在上市公司里头知道财报东西怎么做出来的。财报呢，很像是大家打桥牌的时候叫牌的过程，就我想让你看到什么，你就能看到什么，对吧？我想让净利润减少太容易了，对吧？我增加这个资本支出呗，对吧？这个或者说我给大家发点奖金，或者说干脆我钱我也不想发，对吧？我直接把这个就是期权啊，把期权值增大，这个利润一下就没了，对吧？我到时候想把这个叫做什么利润做出来的时候，我把期权池注销一部分，对吧？有一些期权做出来还没分配给员工的，我把它注销了，利润就来了。所以利润这个东西是完全做出来的啊，不要为这个事儿被这个事儿太认真啊。回头我去研究一下美团的财报，今天还没有时间去看。个人感觉 AI 如果真要有意识，那得把东方的玄学加进去，还未必。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状态，完全可以算是有意识了。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咱们讲了一晚上，才有200几个人，好吧，210几个人吧，也差不太多了啊。这个我明天还要出去找人聊天，我一般礼拜四会出门去找人聊天啊，然后给大家补充一些新故事回来。然后这个所以明天的节目其实已经录好啊，也放到这个会员频道里已经可以看了。明天早上8点半会开放出来，然后礼拜五看看再有什么东西要直播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咱们下周三老范图评再见。